Hello，欢迎来到我的频道神圣时间轴，我是瑞安，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喽。那今天的主题呢，是来占卜我们近期发生的好事情，对，发生的好事件，迎接新的生活。那在这次的占卜，就希望能轻松一点，然后希望去看我们可能生活中发生了哪些好事。那眼前有3副牌组哦，从左至右是我们的第一副、第二副、第三副。选好的话呢，就可以开始我们的解牌环节喽。Hello，第一副牌组的朋友，你们选到的是这一张审判牌哦。那这副牌组这次3张牌卡呢，都是迷因的猫咪，所以它们非常可爱，然后代表的含义也蛮特殊的。那在这边呢，就是有一个意思是说，你会喜欢现在的自己，然后你看待很多方式，你都会是用更有爱的方式来去爱护自己所有的层面，然后去看待自己生活的层面呢，都会用更有爱的眼光来去看待大大小小的各个事件。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可以发生在你们好事的一个主要原因啊，因为你们都有很好的眼光可以去迎接新的生活哦。那我们先放到旁边，我们来看我们的第一副牌组的朋友，近期所迎接的好事是什么呢？我们第一副牌组近期迎接的好事是什么呢？好，圣杯2哦。好，宝剑4，教皇牌，钱币4，好，钱币8。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呢，近期所迎接的好事是来自于说，其实在工作上啊，你们可以遇到贵人之外，就是不仅仅遇到贵人，你也可能是身为贵人的那一种，你可以去踊跃的呃去发展你所想发展的，或给予你想要去给予的知识哦。那在生活中有很多好运是你会获得到蛮多新的见解，然后新的知识、新的学习层面，让你感觉到非常满足哦。你在工作上面呢，也会觉得说，现在的努力，未来都有收获。尤其在近期啊，业务或者是说跟别人合作的方面，都是非常轻松的。那有感觉到近期的好运，还有一个就是你更懂得怎样子分配自己生活的时间。未来的这段日子里面，你会知道说工作。之余也要懂得休息这一块。那近期还有一个好运，就是你会存得到钱哦，然后会懂得去运用自己的金钱在合适的地方，然后在付出的这个状况都可以有所回收哦。所以就是近期的好运呢，都会让你感觉到蛮顺畅、蛮顺利的，源源不绝的好事情一直在发生。它是一种按部就班的形式在进行的，也会让你感觉到相对的稳定。即使会遇到一些可能小变动，来自于思想上面的变动，那都是一种让你更成长的状态，所以你会感觉到，一种非常舒服，然后一种很轻松的感受，在近期不会那么焦虑。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情形哦，很好的好事正在营运在你们生活周围。这个能量呢，它是攸关一些精神性的这种沉淀。因为我们看到宝剑四哦，因为他在躺着的时候，窗外是那个有关教皇或者是一些神圣的这种能量，所以会感觉到你们在休息的时候，也有一些正在转化的好事，或者是正在转化的好能量。
再进入到你们的生活当中哦。所以，近期你们的迎接的好事，我觉得是非常稳定，而且不担忧，让你们得以放松的一种时刻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一下我们下一副牌卡哦。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近期发生的好事是什么呢？好，宝剑侍从，宝剑二，倒吊人，权杖国王。好，圣杯五。近期第一副牌组遇见的好事是什么呢？就像刚才的，验证了刚才的牌卡一样哦，会感觉到你们近期会有蛮多要发表自己言论或者是发表自己想法的时刻到来。对，那在生活中，你们会适时的找时机可以休息下来，会审阅自己的想法。那它其实是更用一种思考的模式来进行的。它会是一个在想象未来可能会去发生，或者是说你们会去评估未来的进行，其实是相对谨慎且保守的状态。那有感觉到近期的你们啊，会忙的时候会很忙，但是你们会找到一个依托的方式，让自己可以沉淀下来。所以有时候会面临抉择，有时候时间的安排是让你们面临抉择，会去思考现在你们当下要去做什么事情，要去执行什么事情。那么我会看到，在近期的你们迎接的好事，是很多人会听到你们所发表的言论，所去感染别人的意念，或者是你们得以将自己的创造力得以发挥哦。那部分朋友呢是有自媒体的哦，就是你们会可能本身有经营 podcast，或者是本身是有关艺术层面音乐家，或是有关声音的这个部分的职业。对，那近期都会展现得非常不错，你们创造力、创意都会得以实现得很好哦。那有些朋友呢是在近期会有一个可能身心平衡的一些运动，或者是你会去参与身心平衡的一些事情，会让自己更达到这种平衡的状态。有些朋友是透过瑜伽，有些朋友是透过可能比较平衡的一些运动的这种机会哦。那再来是说，近期你们会注意到自己生活中值得感恩的层面，这也是近期第一副牌组遇到的好事哦。你们不会漏接你们的机会，然后你们会看到自己还存在、还存有的一些好事情，这就是你们跟其他人不一样的这个状态。所以你们虽然在这一段过程当中啊，或者是在这一段时间当中，会遇到说面临选择障碍的问题，就是但是你们也把自己尽力做到最好了，也把握住你们在那个当下觉得最应该要去处理的事情。所以有些事情可能不尽人意的时候，你们就也是已经去接受，你们学会到接受去看待这些事件的来临，然后去把握当下已有的资源和优势。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因为有我们的钱币四哦，还有我们的圣杯五。那所以其实在情感层面上和物质层面上，你们都是把握住了某一个部分的哦。那要去特别的去说，其实你们在近期会将
自己的魅力啊，自己的创造力发挥得非常好哦，会让很多人去关注到你。所以如果是在刚才我们讲自媒体的这个层面上面的话，你们会让别人很轻易的关注到你，或者是你的粉丝数量也会提升。会有一段时间挺忙的，但是幸好你们是懂得会有一些自我休息的层面哦，会达到身心平衡的这个状态，你们会自我调试，所以我觉得非常好。那我们刚才看到那个钱币八嘛，所以的确近期会有点忙碌，但是我觉得这个忙碌是得以实现你的热情的这个方面，所以不会让你感觉到好像是枯燥乏味，或者是很身不由己的这种状态。你们的热情是得以发挥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段时间呢，其实是对你非常重要，然后也是一个很按部就班的好的能量哦。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我们雷诺曼牌卡，我们第一副牌组近期所迎接的好事情是什么呢？好，我们17号牌送子鸟，好，19号牌塔，28号牌男人，30号牌百合花，25号牌戒指。这几张牌啊，其实跟刚刚都有的讯息都是有重复的哦，重叠。那我们就再加深的去肯定你们的能量哦。就是在第一张牌送子鸟呢，它其实是有搬迁或者是上升的意味，所以在部分朋友呢，最近是有升官加职的。就是怎么讲，升官进爵的能量在的，会有升职的这个能量，或者是提升到更高的层次的这个状态哦。那有些朋友会获得很好的消息在近期，或者是有一些搬家的这个计划都会非常顺利，有一些旅游啊，或者是四处游玩的这种机会，都会让你们觉得非常放松哦。那结合我们刚才的塔这一张牌呢，塔是象征机构或者是专业的一个场所，所以有些朋友如果要到一个新的公司的话，那这个消息也会是非常好的。你会获得这个 offer，或者是跟人达到一些契约啊，订定一些很好的合作模式哦。那这些感受呢，你会带给别人一个非常舒服，并且有智慧，或者是大家会欣赏到你的这种层面，所以你跟别人的合作近期都会是一个很好的收获。那有些朋友在感情上面呢，会获得到一种很灵魂，你会感觉到跟这个异性相处，他带给你一些很沉稳的，或者是很有智慧、很有高度的这种想法，让你有一些获得。所以在情感层面的话，你会遇到一个蛮合适的、蛮让你提升的异性，或者是朋友，对。如果你希望跟他有进一步的交往的话，在这边也会是一个蛮好的机会哦，或者是你们的能量是很契合的。那在这里还看到，就是说有比较有眼光的人，有眼光的贵人，近期也会看到你，赏识你的这个能量，也在这副牌卡有看到。那其实都是验证了刚才我们所诉说的这个讯息哦。里面三副牌卡里面都有这样子的讯息掺杂在里面，所以是相当肯定你们在近期的时候会有很多好消息出现哦。那很多的机会都是有关跟别人合作的，甚至是让你有机会跟你没想过的圈子。
来进行一个异业合作的这种机会，就是不同圈子的一些合作。那这个状态呢，是你会感觉到非常开心，因为获得到某一个机构的认可，就是某个你认可的一个圈层，然后他们认可你，他们看到你，然后达到这样子的合作模式。那不要忘记哦，我们这阵子呢，我们近期的能量是可以让你累积到钱财的，或者是储蓄到一笔金钱的。所以在近期呢，你们会，的确是相当忙碌，然后有一些应接不暇的情形，但是把握住这些机会，其实你们都是感觉到非常的开心哦，就是有一种哇，真的是人见人爱，大家都喜欢你的这种情形，你把自己promote 出去了，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哦。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我们下一副牌卡，宇宙有什么提点要给到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呢？应该就是这个。好，transformation. Your relationship with one another is about to deepen，就是即将来临一个转化的这种能量。你跟另外一个人的关系呢，会进入到更深的一层。那爱会克服并改变这一切哦。这代表说第一副牌组的朋友，除了刚才有讲到这个关系的层面，的确就是也是在印证我们刚才所说的内容。你跟另外一个人有合作的机会，所以你们的关系会更加深。这也代表说，如果本身有伴侣的朋友，你跟你的对象最近有机会可以更深层的一步哦，就是你们近期的这个能量是会转化你们的一些彼此之间的一种进行，然后可以更加深你跟他之间的感情，更深刻、更深入的进入到他的内心哦，彼此的内心。那你们即将面临的是一个蛮转化的一个状态，因为在三副牌组都有5的能量哦，所以有感觉到这个改变是正在进行的，并且不会让你感觉到非常难受。你只是需要多一点耐心去看待这件事情。那很多转变的能量呢，正在不断的洗涤掉一些你曾经感觉到蛮需要磨合掉的层面，或者是需要去看见的这种关卡吧。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我们下一副牌卡哦，想要告诉我们第一副牌组什么讯息呢？好，要记得，所有你担心的，其实已经正在过去了，所以这也意味着说，你现在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哦，因为你是一个可能会放大忧虑的人，或者是说你会提前做2手准备的人，但是呢，其实你正在转运，尤其是这一张牌卡是显示着另外一种时间之轮的意思，那也是说好运其实就在路上。那你的有一些需要过渡的一些能量，它就是正在过渡当中，不用太过于去紧抓着那个过度的难受哦。有时候会有这个难受，你是明白它的进行的，反而是要去期待下一个好运的来临。你们是可以看见好事情发展的哦。那这就是我今天所有的讯息，希望对第一副牌组是有帮助的哦。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第二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好，你们选到的是这张塔16号牌。
那这张牌卡呢，它是这副系列的牌卡是迷因的猫咪，然后做成塔罗牌的形式。那这张牌卡，我觉得它非常可爱啊，因为当我们抱起猫的时候，对他们而言都是一种很慌张，我不知道等一下会怎么样，他们不喜欢被抱起来的感觉。如果它比较内心脆弱的话，因为有些猫咪它内心很强大，他对外在很有安全感，所以他不会觉得说被抱起来会怎样。所以我觉得这也象征我们接近用另外一个层面去看我们人类，我们是否有这个内心强大到知道自己是安全的，所以不用担心这个所有的状况。我觉得这也象征第二副牌组即将会有这个内心内核强大的安全感。哦，那很好啊。那我先放到旁边哦。我们来看我们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呢，在近期啊所迎接的好事情是什么呢？我们第二副牌组近期迎接的好事情 ，OK。第一张是我们的宝剑骑士哦，第二张是我们的权杖女王，好，第三张是我们的宝剑九，第四张是我们的钱币二，第五张是我们的宝剑二。好，第二副牌组的朋友，近期你们比较呈现在说可能会遇到某些抉择哦，然后最终你们会清晰的去知道这个抉择它是可行的，你们也不再去担心这个波动。近期你们的情绪是比较杂乱的，会去想很多，然后会去担心可能还没发生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你们要格外的沉淀下来，然后要去知道自己要选择什么道路。你们会很担心走哪一条都不大对，那没有关系哦，因为你们会选择到一条真正好的道路。尤其你们要去看见两个选择，他们都有好的，但他们也有不好的。在这样子两个选择如何去达到平衡，你可以做到你内心的双赢，你一定可以达到怎样子都可以做到你希望的一个程度。我觉得这是里面其中一个好的讯息哦，好的事情。对，那里面有一个讯息是说，你会很有行动力，遇到这件事情很有行动力的直接去做。但我反而希望，因为这是有一种对立的这种状态哦，所以我看到一个点，一个讯息是说，你知道你会冲动，那你也要提醒自己冷静下来。你是可以把事情搞定的人，你是可以把这个事情平衡的人，即使风浪在那里波澜，你还是可以平衡好你所掌握的这两件事情，或者是三件事情，或者是其他你觉得快掌握不住的事情，其实你都掌握得很好。那有更多的事情是说，它在这些事件的显现，都是在让你成为你自己哦。透过这些潜意识所带领一些你所不愿意去面对的事情，都是在成就你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你的幸运，虽然它来临的时候可能会让你感觉到挫折，感觉到怀疑，感觉到不安，里面有很多不安的能量。就好比说我们一开始抽到这张牌卡，其实在第二副牌卡的时候，我选了2次，它就是跳出来这一张牌卡，所以我觉得要给到第二副牌组的讯息，的确就是你会战胜你的不安，稳稳的坐在你的宝座上。你们是可以迎接阳光的人，你们是可以很欣欣向荣、繁荣生长的人，你们绝对有能力去把现在做的事情做好。那做完了之后，你会很有成就感，你会
长成你自己想要的模样。所以希望你在这段时间，你会希望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呢，在这段时间沉淀下来，把自己内心的波澜平稳的去摊开来看着，不用害怕，你并不会被打败，相反的，你只是被抱起来而已。我们常常会担心下一刻会怎么样，担心未来的前景会怎么样。那我们继续来看下一副牌组所给我们的一些启发哦。我们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呢，近期所迎接的好事情是什么呢？好，圣杯八，月亮牌，好，宝剑八，宝剑国王，好，钱币五。第二副牌组的朋友，近期发生的好事情是，其实你们是会找到机会的，然后你们会去战胜这些困难。即使如果真的遇到困难了，你们也会用自己非常好的能力去克服到他们。里面最大的关卡其实来自于说你们的直觉力太强，或者是你们是敏感的，你们是敏锐的，你们是脆弱的，你们有不安的层面被你们掌握住。但是这一件好事情是，所有困难都会迎刃而解，因为你看见你的不安了，所以你会去拿起你的杯子，然后把不适合你的丢到它。你会分类你自己所适合与不适合的，确定出来，然后把好的留下，把不好的拿去丢掉。所以不用那么担心哦。所以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呢，你们是可以找出生命的解答，然后去突破的。尤其你们的能力非常的强哦，在很多方面，其实大部分的人有很羡慕你们的地方，来自于说你们可以很精准、精确的找到自己所要突破的目标，要前进的方向。那这是优势，这是你们的优势。那你们要看到的是说，你们的不安，或者是你们的敏锐度，会去知道有第二条路的呈现。所以才让你们在那里挣扎，但不用哦，你们要去相信你们自己可以克服这些情况。那再来是说，近期发生好事情是，你们会在最近，开始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规划自己的财务方面。那这一段时间对你们是相对重要的，你们一旦突破了这个障碍了之后，其实是为你们开拓了一个新的可能，新的一条路。你们也知道过去旧的不适合你们、不服务于你们的事情，要慢慢的让它退下了，退散这种不适合的能量，然后要去迎接一个新的能量。这次是一个新的契机，必须要去勇敢的挥别过去所残留的习惯，或者是你们不愿意去前进的一个状态。去无存菁的想法要被提起来，那要勇敢的去挥别掉不属于你们现在的能量，它已经不再合适于你们了。所以在这边，我们的宝剑国王，他是一个理发师的一个状态，那剪掉一些头发，换一个新的形象，那也意味着近期的好事情是说，你会有一个新的道路。但是你就是有点没底，里面最大的障碍其实来自于你的不安，你不用担心。对，想要安慰你，不用担心，这条路是一条对的路，你怎么做，你都会是 OK 的。你有敏锐的眼光，你有个人的魅力，你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好哦。所以在这个层面呢，
你要相信你的直觉，运用你的直觉去走一条你的路。这是一个为你喝彩的道路，因为你要长成自己的模样，而不是其他人、其他环境或者是社会的期待所赋予你的价值，而是你自己喜欢你现在的这个状态。这段过程可能会有一个辛苦存在，但是好消息、好事情就是说，它是你能克服的，它是你能坚持下去的，而且你已经知道哪一条路对你而言是好的，所以你最终会挥别掉那些可能你已经明白的事件，勇敢的大步走，这也是其中一个讯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我们的雷诺曼牌卡所给予的一些讯息哦。我们第二副牌组的朋友，近期迎接的好事情是什么呢？好，星星、太阳、月亮，哇，小狗，好，女士，OK。我们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啊，其实，我觉得近期的一个好事情是说，你重新找回到你原本的一个初衷哦。你也许在这段过程中，你迷失掉自己原本想要去前往的道路。那在这一段过程里面，你其实真正找到你真正活出自己的一种方式和态度，然后你也会重新想起你原本想要前进的目标，你本身的渴望，你原本希望自己做什么的。对，你透过了这些可能挫折，可能是一种抉择，面临一种很难以去衡量的这种状态呢，你放下了这些不安，或者是透过这些不安，你看到了你自己，你看到不喜欢的事情，来去做你喜欢做的事情。未来的你是一个非常可以展现到自我的，然后展现自我魅力的，很多事情被摊在阳光底下，然后让你看得很清楚、很明白，你也不再害怕真相的来临。有时候我们会，也期待看见答案，但是也害怕看见答案。但是呢，未来的你会掌握住自己的人生方向，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你应该是要运用你自己的直觉力哦，因为我们这三副牌卡都有月亮的一个能量在。那也象征着你们真的是深思熟虑的人，所以可以去感受得到很多比较让你们不安的事件，你们应该是要运用这个不安来成就你自己哦。所以其实，在这样子的情形底下，你们是可以很明白宇宙的法则，或者是虽然有时候是知道，但是不见得可以说服到自己。但未来的你们是可以这样子的顺从宇宙的法则，让自己感觉到安定，也不会再担心未来很多事件的来临。好，那这是里面你们遇到的好事哦，其实就是变成很有影响力的人，甚至是说你们的魅力会让很多人看到，甚至当成一个指标。大家会很信服你，然后去听到你的故事有所启发哦，你是成为一个蛮有影响力的人的。对，然后在这张牌卡也意味着孩子哦，那就是有一种赤子之心的，回到赤子之心的一种能量。你会在近期重新找回到你自己，重新遇见快乐的自己。那接下来讲到忠诚的狗，这象征着朋友，也是说，其实你遇见了这件事情之后，它让你感受到
你并不孤单，并且有人会站在你身旁来去支撑你、支持你。那你会感觉到周围的友善的感受，并且也真的是有人扶持到你的。那你也会感觉到，如果是情感对象的话，嗯、他也会明白你的好，他就是周围的人总是会看到你的很好的那一个层面，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会被人家理解的一个能量，是很不容易的。那再来是说，情感方面，异性缘是很不错的哦，会近期可能会有跟一个女性友人可以发展的机会。那这个朋友呢，如果没有要发展也没有关系，他会是你一个很好的知己，他会是一个很挺你的朋友。对，那这就是雷诺曼的讯息哦。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副牌卡哦。我们第二副牌组的朋友，近期会有什么好事情呢？宇宙有什么提点给到我们呢？有什么提点要给到我们第二副牌卡的朋友？Friendship, embrace。好，友谊。我们第一张是跑出来这张牌卡哦，友谊。在你们的关系中培养友谊的这种状态，你们的爱情生活将会显著改善哦。如果是本身有情感对象的朋友，就是呃让最近你们的情感层面回到一种彼此支持的态度就好了。你们的一些关系如果最近有紧张的层面的话，那爱情生活会因为你的支持，或者是你看见对方的支持，有所不同哦。好，第二张是拥抱。好，第二张是拥抱 （embrace）。through each other you find，透过彼此，你可以找到缺少的部分。就是你可以透过跟另一半的相处，你会找到你失去的一些不一样的拼图，你可以找到你自己的拼图哦，你缺少的这个部分就在另外一半身上。所以其实透过跟其他人相处，或者是你跟另外一方的这种状态，你会找到你自己哦。所以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就像我们一开始讲的，你会重新长成你想要的模样。你可能在过去，你挣扎的，你的选择可能不见得是来自于你真正的选择，你纠结的不是来自于你自己真正的纠结，而是你觉得这个社会架构可能会给你的一个答案，或者是别人觉得你可以怎么做的这种答案，你会开始去找出你自己的一个答案，而不是别人给你的。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你近期真的发生的好事情欸，因为一旦你去跨越出这样子的状态之后，很多制约都会被你放下，你不会再是受到其他人的一个期待的状态了。你不会是成为别人期待中的那种模样，你只会成为你想要成为的这种状态。那真的是要去挥别掉很多不属于你的能量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副牌卡。我们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宇宙有什么提点呢？好，可以出去走走哦，就是让这个能量可以去流动。好，给到第二副牌组的朋友还有什么讯息呢？好好的在休息哦，深度的休息哦。对，好，那这就是我全部的讯息，希望对第二副牌组的朋友是有帮助的哦。那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Hello，第三副牌组的朋友，你们选到的是这张女祭司哦。哇，好，那这系列的塔罗牌呢，它是迷因猫猫来做的一个系列。好，
那我们先放到旁边哦。我们先来看我们第三副牌组近期所迎接的好事情是什么呢？钱币八、节制牌、权杖六、恶魔牌。好，宝剑四。好，第三副牌组的朋友，感觉上有一些第一副牌组的朋友也有来看哦，或者是第二副牌组的朋友一点点也有来看的这种能量。好，那我们讲回来刚才的女祭司哦，女祭司其实是会审阅自己内心层面的这种状态。那其实我刚才抽了2次第三副牌组的卡，那都一直挑这张牌卡，所以感觉上真的是要告诉你们某些讯息的。有关这张牌卡，那这张牌卡的讯息呢，会觉得说你们会更理智，然后会沉淀下来，用新的眼光去看很多事情。你们也会变得比较严肃以对哦。那我们来去解读一下刚才抽出来的这些牌卡的讯息哦。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其实近期会在工作上面非常辛勤的执行。我能感觉到在钱财方面会有一笔不小的金额进账，所以你们的名声和财富都是并行拥有的哦，都是可以同时拥有的。但是在精神方面的状态，就会让你们其实是有一些，因为我们看到3张牌卡，我们的女祭司，还有节制牌，跟我们的宝剑四，那象征还有恶魔牌，那就是代表说象征你们精神状况是近期会面临一个蛮大的转化的一个状态哦，就是你们也正在努力去调整很多很多内在跟外在之间的冲突。我觉得里面的好消息是来自于说，你们最终会调试的很好，因为你们透过了让自己可以休整的这种节奏吧，你们会找到自己一个很舒服的节奏。那里面的讯息还有包含一种可能受到别人的一个制约，别人希望你应该得怎样子，或者是说你因为别人的期待，你就非得这么做。其实跟你内心是有一些冲突在的。你明明知道可能自己内心希望自己要前往的目标，可是跟外在的这种想象就是会有点不一样。所以未来的一件好事情是，你得以可以在某一段时间休整下来，好好的去思索这个状况。所以这是其中近期会遇到好事之一。我觉得在对第三副牌组而言，可能财富或者是名声的彰显，已经不会是最那么主要的事情。你们好像会更 focus 在内在的这种想法，还有意识到自己被某些事情给架构住。这个架构可能是一种捆绑，可能是一种你不得不这么做的状态。所以在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呢，你们其中一个好事情，近期的好事情发生是说，你们会知道你们自己想要去被人认同和肯定的部分是什么，然后会自我找到自我的这种认同感，而不是透过其他人的期待来去给你一些架构和制约。尤其是说，有些人会利用这样子的架构制约去操控你，去影响你，可能是一种某种情勒的状态，让你
一定要在那个位置上，一定要在那种方式去给予到其他人。所以表面上你是风光的，但是呢，实质上你是被其他人操控，用某种方式操控。他们觉得你可能崇尚的是美好善良，或者是某一个道德绑架，然后他们就这样子约束你，因为他知道你可能想在外在彰显这样子的状态的时候，他就利用这种情形来去压制住你的思想，压制住你的行为，让你不得不甚至迫于必须得遵从他们的想法。尤其那些人不见得是地位很高的，或者是说他们本身具备什么能力的人，或者是他们给予你有关平衡的这种状态，他们可能也没有。但是他们在那个表面上面的功夫，可能是给予你说哇称赞你啊，或者是说表面的让你觉得你身为一个老板，或者你身为一个什么样子的职位，抬头头衔给你之后，你就必须要为他们服务。然后那种尤其是说好像他给了你这样子的名声之后，你就不得不为他们去做牛做马，然后完全的耗尽你自己的一些疲惫感。这是里面你目前好像察觉到不对劲的这种事情，所以其实内心的转化会在近期有所提升哦，你的精神力状态会被你重新的稳固起来，因为之前有一种内耗的状态。不得不说，因为你是很愿意去为别人付出，而且为你所负责任的事情尽心尽力的，你可以很专注在你要前往的道路上，所以你是绝对能成功的人。成功对于你而言不是困难的事情，但是你真的是要去察觉到那个内耗的状态，因为过程或者是给予的方式，也许让你不那么舒服哦。你已经发现了，你只是不想要去捅破那张纸，只是捅破那张纸是不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对，那我有感觉到那个是有一些小小的疲惫和内耗存在的哦。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下一副牌卡所给予的一些讯息哦。好，权杖10，权杖2，钱币3，权杖骑士。好，又一张恶魔牌哦。第三副牌卡，我感受到这个牌面呢，它所呈现的是说，近期的好事情是，你会重新找到跟你合作的对象。那你执行的会是你所计划的，你之前会可能都在忙别人的事情哦，就是你的能力很出众你譬如说你要去，假设你要去露营好了，你就会准备好所有露营相关的用品，你就会知道说什么东西要带，有什么东西要去怎么做，所以行动力非常好，非常的就是知道什么东西应该要带，你会准备的很具足，所以就是这种责任感，你会把自己压垮哦。之前会有一种这样子的能量，因为在这一副牌组的朋友，摩羯座土象星座很重的能量很重，还有我们的可能火象星座能量也很重，可能牡羊啊、狮子座，然后还有射手座，火象能量非常具足哦。那在这个层面底下呢，你们为了物质以及有些身份上面的名声，就可能会被别人利用。那近期的好事情是，你们会看清楚这样子的事情，了解到这样子的游戏规则，
重新去订立自己的规则，你们会为自己去做好那个负责任，然后重新的去把一些责任分担下来，就是分散出去啦，给别人去分担，然后了解到说自己有时候是不是太过逞强了。你要有所计划，所以其实近期的好事情是说，你会重新订立你的计划，不会再自己闷头苦干哦。因为有时候我会感觉到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就是相对沉稳、负责，然后有些事情就是嗯、不会麻烦到别人的。你们就是很贴心的一群朋友哦，你们会自己劳苦的去执行，也不会去麻烦到其他人。但是未来的你们呢，会比较知道说自己有这种情况，来去将一些事情分散出去，也不会在那里不好意思了，对，羞于去跟人家要求帮忙。那你们本身能力真的是很好，所以这也引来之前可能有很多人就是知道你的能力很好，知道你可能不会去，就是太善良了，然后不会把自己的事情分担出去，然后有些没有能力的人就会把很多事情交给你，把很多事情都丢给你。你之前有一段时间会觉得说啊，我被人家需要啊，这就是我的能力啊，然后会觉得真的是有成就感的。但是后面你发现这是越来越内耗的。近期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呢，呃的好事是有旅行的计划，学习的计划也会非常顺利。那你们是时候可以为自己安排一些旅程、旅游，来让自己休息下来哦。那出行运会非常好。那还有什么讯息呢？就是说你们开始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了，你们会开始站在自己的角度来去看很多事情，来明白说，原来我们已经学习到很多这样子的课程了，我不用再一直反省自己，不必再那么的苛刻自己，必须得怎么做，必须得完成什么。这的确有点困难，因为说实在，那些想法也没有错，只是对于其他人，可能我们会想要求他们应该要多反省一下自己啊，多去为事情来去着想啊。但是对你们而言，你们要知道，你们不是哦，你们可以放下来哦，是不是太过了，太过头了？要多为自己着想一点哦。然后，所以有感觉到你们的这个被别人束约、被别人制约、约束的这个层面呢，会被你们看见，然后逐渐找到自己的内心核心价值。嗯，会知道自己的火要往哪里燃烧哦。好，那接下来看一下下一副牌卡。我们第三副牌组的朋友，近期有什么好事情发生呢？好，云朵、爱心、高塔。好，书本。好，那由于刚才都出现2张恶魔牌卡有部分的讯息是有关可能跟感情上面的关系哦，在于说部分朋友是面临到比较跟一个暧昧对象，或者是说这份关系它是不公开的状态，那你们会在这个样子的途中重新审视这个关系会带给你什么？因为这个关系其实你知道它的前景可能让你看不大到，那你应该要去思考这个对象会不会为你停留，你可能在其中会逐渐的
跟自己的内在外在做一个调和，理解到自己目前的状态。你们的确是需要旅游或者是休息一阵子哦，再重新的去看待这个事情的来临。那第三副牌组近期的好事情会发生什么好事情呢？有部分朋友可以在就是有权威的机构可能会发展出恋情，那有部分朋友是在就是你可能要去升学啊，或者是你要考试的话，都会很顺利的通过，他会认证你，或者是最近有考一些考核需要什么日文检定啊，什么检定的这种考试都会很顺利的通过。那近期还有部分朋友会遇见一个蛮好的贵人，然后他会带领你蛮多好的知识，或者是给你不错的建议。对，这就是给到第三副牌组的一个讯息。那接下来下一副牌卡是什么呢？我们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宇宙有什么提示提点要给到我们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好，healing，治愈啊。想象一下你自己和你所爱的人被光包围着，感觉你们的关系此刻正在被疗愈。好，我们再抽一张牌卡好了。我们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可能在近期第三副牌组的朋友，面临有一些关系的状况。那你们要相信哦，其实无论这个未来是如何，你们都是被光所照顾着、被爱护着，你们的关系会获得到治愈哦。好，就这一张牌卡，只有时间会告诉你一切哦。你要，有些事情可能要交给时间来去进行。那这一段时间呢，可能正在教会你某些你人生课题中需要学习的一些层面和部分。嗯，那你要相信时间会告诉你答案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我们下一副牌卡。好，去接受你的敏感度，去接受你现在很敏感哦，就是你可能内心有一些波澜，有一些需要转化的部分，他们都会化成很漂亮的蝴蝶。那其实你一直在吸引很美好的事情发生，很美好的友谊，很美好的爱，很美好的光，一直在你的周围。那你现在所需要的呢，就是去接受你有这些情绪，你有这些脆弱。好，跟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有点像哦。要知道所有一切都会度过的。这张是这张就象征时间之轮，很多事情时间就会一分一秒的度过。那很多你所担心的，它还是会度过；你所期待的，它还是会来临。所以不用担心很多事情的发生，它就是一个过程，我们要去经历的哦。那我们再抽一张牌卡给我们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好，如果你担心可能事件就是该怎么去抉择，你要去顺从你的内心哦。很多事情不是顺从其他人的期待，或者是这个是社会的架构，更多的其实它没有标准的答案，很多的答案是用你的眼光来去看待的。那你要顺从你的内心，不要怎么讲？不要违背你自己的心，那这个决定一定就是一个相对正确的决定。好，那这就是我给到第三副牌组的讯息哦。那希望对第三副牌组是有帮助的。我讲到这边的时候，刚好是444天使数字，那可以再
看一下天使数字444有什么讯息要给到你的。那这就是我全部的讯息，希望对第三副牌组是有帮助的。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